嗨，大家好，我是龙哥，欢迎回到我的频道，好久不见啊！今天呢，主要跟大家演示一下怎么注册一家美国公司。无论你是做跨境电商啊，还是做一些进出口的业务，注册一家美国公司都是非常有必要的。那么视频的最后呢，我还会教大家怎么样解决一个报税的问题啊！相信大家都知道，美国人他或多或少呢，他更偏向于信任被本国的一个公司，所以说我们自己去注册肯定是非常麻烦的。但是我们可以通过一些代办机构来成立一家美国公司，相对来说呢，是一个既简单并且又高效的方法啊。特别是对于那些不熟悉美国公司法律以及注册流程的朋友来说呢，这个简直是一个天大的福音。那今天我们要用到的代办机构呢，也就是大家常说的一个西北公司。这个西北公司它是一个专业的公司代办机构，它的特点是什么呢？操作流程非常简单，费用呢也是比较便宜的啊，并且还可以进行一个全程的线上操作。因为这一点啊，也是广受很多朋友的一个好评。这家公司呢也差不多有20年的一个行业经验了，它以高质量的客户支持闻名，它的定价呢也相对透明，没有什么隐藏的费用，特别适合一些初创的企业，还有一些中小型的企业。如果说你要做跨境电商的话，那注册一家美国公司，为了方便大家，我会把 Lorfest 西北公司的一个注册链接来放在下面的描述栏啊，大家可以打开这个链接，跟着龙哥一起来操作。那在这个网站注册一家美国公司呢，性价比真的很高啊，只需要$39。这个呢是他们的收的一个服务费，当然后面呢还有一些要提交给政府的费用啊，是要另外出的。OK， 接下来开始创建我们的一个美国公司吧，大家要跟着一步一步的来操作啊。首先我们点击这右上角这里，点击开始啊。如果英文不好的小伙伴们可以安装一个沉浸式英文啊，装了沉浸式英文过后，它也有英文也有中文，是不是？这样看起来就对英文不好的小伙伴们比较友好啊，而且更亲切。沉浸式翻译呢，大家可以去装一下。首先我们来到这个页面，第一个是什么？成立新公司，也就是我们整个流程要经过一个是次序、公司管理、联系、账户、企业身份、可选项目、付款，经过1、2、3、4、5、6、7、8，经过这8项完成之后，那我们的公司才算成立正常完成啊。在这里有3种公司类型啊，第一个是 LLC 有限责任公司，第二是公司，第三个是非营利组织。那么这个 LLC 呢，它就是一个有限责任公司啊。对于我们特别初创的企业，你的公司只有几个人，那建议大家呢一般都选这个 LLC。第二个呢就是一个公司，这是一个独立的法人一个实体，比较适合一些大型企业，股份可以分给股东，但管理起来呢比较复杂。如果说你的公司以后考虑上市的话是可以的啊。第三种呢，这个非营利组织，这种公司不是为了赚钱，所以在这3种情况下你要进行一个选择。那我们在这里就选择第一个啊。选择好之后呢，他问你想在哪里组建你的业务，也就是说你想把公司注册在哪个地方。这里来给大家一些建议啊，推荐大家可以选择3个州。第一个选择特华拉州，第二个呢推荐怀俄明华州，第三个是内华达。因为这些州的话，它可以一个免营业税，还有一个所得税相关的一些啊。如果大家不知道在美国注册公司有哪几个地方好，大家也可以像我一样啊，用 ChatGPT 或者去谷歌里面搜索查询一下，看哪几个地方对我们来说更有利。那这里如果是以 ChatGPT 的，就输出命令是在美国注册公司在哪几个州最好，它马上就给我们输出答案。在美国注册公司时，不同州有不同的税收、法律和费用结构，以下是几个广受欢迎注册的州，也是刚才龙哥推荐给大家的。第一个是特拉华州，优势特拉华州是以其公司友好的法律环境著称，特别是在税务和法律灵活性方面。第二个是税收，无销售税，对在州外的运营公司不征收公司税。第三是隐私保护，股东或董事的信息不公开，保护隐私。第四个是法律系统，有专门的商业法院、衡平法院处理公司纠纷，迅速且经验丰富。第五个是适合对象，大多数科技公司、金融公司及计划吸引投资的大型企业。特拉华州就有这5大优势啊。第二个是内华达州，优势它的税收政策宽松，且不需要股东、董事在内华达有实际的地址。第二个是税收，无公司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对业务收入也不征税，这几点是非常好的啊。隐私保护，股东和董事信息保密
适合的对象希望隐私保护强、税收宽松的中小企业及互联网公司，也就是适合我们的一些刚创业的或者中小企业的想在互联网上开公司的朋友们。怀俄明州优势较低的年度报告费用和税率，税收无公司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对州外业务不征税，隐私保护，允许匿名拥有，股东和董事信息不公开前面3个基本上都是类似他这里给出了我们5个所以选择的标准总结，它注册税务的宽松的，大公司或高隐私需求的，有实际运营需求的，都给我们列出了在哪几个州是最好的这个 ChatGPT 的是非常 nice 所以还没有 ChatGPT 4o 的小伙伴们可以去龙哥视频下方描述栏比如这里随便点开一个视频视频下方这里都有ChatGPT 的成品账号购买，点击链接可以直接下载注册就可以使用了所以什么东西都是要小伙伴们亲自去实操才会了解的更多。那我们选择了内华达州，对吧？它这里就会选个订单摘要，基本套餐也就是刚才龙哥说的$39，选了过后它这里有一个时间处理速度一个是5天，一个3天，一个是1天，不同时间处理的费用不同。那我们另外选一个，看一下俄亥明州它的费用就相当于低一点你看它的套餐都是一样$39，7天处理就是104，你需要5天处理$139，3天加急的那就是179，它时间不一样，标准费用不一样那我们就选第一个104，7天的，也就是说时间越短它收的费用越高这个需要小伙伴们自己去按照推荐的那几个州去选择自己适合自己的比如我们来点击看一下纽约的费用，那肯定应该高了，那它的标准费用就高了，5天的是205，3天是240，1天的话280，都是200起步了不同的地方呢，它收费情况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看了2-3个，还是俄亥明州是最便宜的。那我们还是选怀俄明州。那我们再往下面看我们将为你提交受益所有的权益信息，这个我们先不用管它因为这里开了的话，它会加一个25的一个费用，这个是我们暂时不需要。关于这个 BOIR 的一个信息报告，后续我会跟大家再慢慢分享所以这个我们就关掉过后，它就节省$25因为这个等我们公司注册下来了，其实很简单建议大家现在呢，我们可以直接不要去开启它，这个钱可以选择不花。那我们接下来就只选择了2个，一个是基本套餐，第二个是开的哪个州，这2个费用一共是$143，那我们就点继续。那就是公司详情，告诉我关于贵公司的一些事情，也就是你希望你的公司名字是什么。那在这里就是要给你公司取一个名字，那在这里呢要给你的公司起个名字，在这里我就随便取一个唐当你填了之后呢，如果说你想知道你的公司有没有被人注册过，也就是说有没有重名，那么我们可以来到一个 APP 进行一个查询，也就是我们来到了一个俄亥明州政府的一个网站进行一个查询，这个名字有没有人被注册过，因为我们刚才选的是一个俄亥明州的，那这就是我刚才取的一个名字点击这里搜索，它这里会给你输出这么多公司。那第2项是将诉讼和法律通知副本发送你的律师，我们就选第2个不那第3个呢，使用通用业务目的，我们可以帮它打开因为美国公司的话和中国公司它有点不一样，美国公司呢它是不限你死的只要你经营的不违法就可以了，特殊情况除外比如说什么一些军工产品这些什么一些武器之类的，它不像国内的，它也有很多规定条条框框的，那这个我们就跟它选择打开。我们继续往下拉，你希望在州内记录实际地址，也就是说你注册代理的一个地址，那这个我们可以用刚才申请的代理地址我们可以直接用这个西北公司帮我们提供的一个地址。那接下来是一个邮寄地址那么这个是什么情况呢？也就是说以后政府一些什么信件的话，它就会
发往这个地址啊。到时候如果说政府有文件寄过来的话，他会帮这个文件拍成照片，电子化上传到我们的账号的后台。所以说你不需要一个美国的地址，基本公司呢，它就会帮我们处理好。我们在这里选择了之后呢，我们就点击下一个继续。接下来的话就是一个公司管理类型，它有2种啊，一个是会员管理，第二个是经理管理。一个管理类型呢，第一个就相当于你的成员自行管理，第二个呢就是请经纪人啊。那我们就是选第一个会员管理啊，这个比较方便一点，经理人呢就比较麻烦一点。那在下面呢，会员你的姓名啊，名在前姓在后，我们就随便打一个吧，这里是用拼音写啊，不要写错了。那再往下呢，就国家一喜记录的地址，这个呢就是我们注册的一个代理地址啊。管理这一项我们就填完了，我们就点继续。那接下来呢就是一个联系方式项目啊，我们将对你的信息保密，这个还是跟前面一样，名在前姓在后，我们还有你的电话号码，按我们实际的填就好了啊。我们实际情况在哪里就填哪里，还有你的国家邮寄地址啊，哪个州的邮政电码你就填哪个国家，你所在的城市如是写就好了。反正这个联系方式就按我们实际的一个情况写就好了。这个填好之后我们就点继续。那接下来就是你的账户设置，在你的账户中你将能够管理你的企业详细信息，并填写你需要的任何州的表格。你的邮件我们就填下我们自己的一个邮箱地址，再创建一个密码啊。这个密码它也是有要求的，一般包含大小写字母，还有一个什么数字啊，特别字符之类的，让这个密码更保险。那么在这里它可以直接生成密码，密码可以包含哪些，它都是告诉我们的啊，你按照这个要求去设置就好了。点一下确认密码，这下面有个确认密码，按我们的设置密码就 OK。我们创建好了，来点一个继续。接下来就是一个企业身份，我们为你提供一切业务，让你的业务立即站起来。第一个是域名注册，1年的免费；第二个是网站由我们托管，由你拥有；第三个是为你的网站提供 SSL 安全保护；第4个是最多10个企业电子邮件；第5个是公司电话号码与服务。免费开始只保留你想要的服务，保留所有的服务，并在免费试用期获得 20% 的一个折扣。90天的免费，在你的在线账户中点击一次取消，这个我们就暂时不需要啊，给它关掉就好了，因为这个打开它需要另外收费的。反正这个大家自己企业可以看一下你需不需要，需要的话你可以帮它打开，不需要的话直接帮它关掉。那我们这里就直接帮它关掉啊。这下面还有一个企业身份选项啊，你想选哪一种业务领域，商业网站、安全性、企业电子邮件、电话服务，这里都有说明的啊。业务领域是你的域名第1年免费之后，你可以根据域名的价值选择以较低的年费续订你的域名，从常用的扩展名利比如.com 或者 .net 中进行选择，你可以随时意见取消。我们这里暂时就不点，就点继续啊。那这里来到我们一个可选项，一个税号，一个是美国国税局 IRS 的 S 公司选择，要$50，这里一个特级邮件服务，一个商标服务，这里我们都不选啊，都不需要，我们就点继续。那我们来到最后一个付款页面，我们一个付款信息，我们接受所有主要的信用卡有4种，那我们把我们所拥有的信用卡的名字填上，卡的姓氏填上，卡号填上，安全码、年月日，还有一个信用卡地址与邮寄地址不同，就是非常简单啊。大家填写之后呢，进行一个付款就 OK 了。那么你的美国公司就注册好了。那么你的美国公司注册了好之后呢，过上2天你就能收到一封来自西北公司的邮件啊。这个邮件里面会说你的公司已经注册成功了。大家可以点开你的邮件顶部有一个文件夹，你下载一下，里面的公司是相关的一些资料，还有一些小惊喜等着你。反正里面所有的重要文件呢都在那个页面。公司注册之后呢，还有视频开头就跟大家讲了啊，大家非常关注的一件事情就是报税问题。报税的这个事情呢，我们还是要交给专业的人来处理啊，因为你不懂的话，很可能碰上一堆法律上的问题，那就非常麻烦了。那在这里咱们可以找专业的美国会计师来帮我们。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来到 Fiverr 这个平台，相关链接呢我也会放在视频下面的描述栏里面啊，有需要的小伙伴可以点击进去
咨询。那在这里进来之后呢，我们就来到这么的一个页面，在这里不懂英文的朋友还是可以安装一个沉浸式的翻译啊，这个是非常好用的。那在这里呢，它是专门提交一个5472和1120的表格，这是专门针对报税的这一块了。那么他们处理这些事情呢，那肯定是非常的得心应手啊，并且价格也不贵。那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基本的计划，它也就是100多一点。那么感兴趣的小伙伴连接在下面描述栏里面，我们不会的我们可以找人。那我们可以看到啊，这一个它就是专门为外资公司提交5472跟1120的表格。那如果你不是美国人，那他们这家公司就特别适合你啊，他们提供的服务呢也非常全面。我们可以往下拉，可以看到我可以帮你提交外资美国有限责任公司美国的税局报告。根据美国国税局 IRS 的规定，外资美国被视为实体，需要提交1120-5472表。我们可以为你准备和提交该表，并帮助你处理美国所有州的任何州年度报告或特许经营税。这是第一个啊。第二个是很多成员有限责任公司只需要提交纳税申报表，但不提交税款。我们可以为此提交 K2 和88048805。那他们的公司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团队中有美国注册的会计师，因此可以指导你避免将来出现的任何问题。所以任何问题他都可以来帮你避免啊。如果小伙伴们不想找这个人帮忙呢，那我们也可以在这个上面 Fire 上面搜索更多啊，这上面都会有很多的这种公司啊。只是这个人呢，他的评分比较高啊，我们可以看到10.9分，所以大家可以去试试。有需要在美国那边报税的朋友呢，也可以去联系一下。那么今天呢，龙哥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啊。喜欢龙哥的呢，可以订阅我的频道。对网站搭建感兴趣的朋友们呢，也可以看龙哥之前的几个视频啊。后面龙哥会陆陆续续接到前面的几期视频跟大家更新啊，我们一起来共同学习成长。希望今天这期视频呢，对想要注册美国公司的朋友能够有所启发啊！谢谢大家的观看，我们下个视频再见哦，拜拜。